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忍辱负重，不是王者匿名视察。当你隐去身份进入自家公司，却遭同事集体排挤、冒牌货疯狂起脸输出，你会如何反击？韩阳集团真太子爷匿名入职第一天就被钉上穷酸标签，同事小张高调炫富，张口闭口董事长是我叔，领导殷勤备至，所有脏活累活全甩给韩阳，奢侈品礼物满天飞，等等。那些东西怎么越看越眼熟？连他拿来装逼的海边别墅都是我家房产，点个星巴克缓解尴尬，竟被当场冒领功劳，反遭群嘲。穷 X 别学人装阔，团建派对唯独不请我。行，我亲自到场看看，你这出戏到底怎么唱？钥匙开门，佣人伺候，豪车送餐，戏很足啊，老张。但当劳斯莱斯载着披萨停在别墅门口，当董事长夫妇与警察同时驾临，所有马屁精的表情彻底裂开。谁才是你老板？谁才是少爷？今天就给老子彻底认清！匿名太子爷不忍了，摊牌清场，一个不留。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韩阳，韩氏集团太子爷，独one无two，此时正拖着个简单的行李箱，站在了韩氏旗下的子公司创科科技气派的大厅里，看着光可见人的大理石地面和忙碌穿梭、衣着光鲜的男女，我深吸了一口气。匿名历练，从子公司底层做起。我爸的话还在耳边回响，行吧，就当体验生活了。新来的实习生，一个略显浮夸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回头看到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明显价格不菲、logo 若隐若现的定制西装，手腕上那块百达翡丽在灯光下晃得人眼晕。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散发着我很贵且生怕你不知道的气息。我点点头，尽量表现得像个普通毕业生。你好，韩阳。他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在我那件普通的纯棉 T 恤和略显旧色的牛仔裤上停留了2秒，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才慢悠悠地伸出手。张天明，也是今天报道，市场部。握手时力道很服，一触即分，仿佛多握1秒都会沾染上我的穷酸气。巧了，我也是市场部。我笑了笑。哦，他挑眉，那种审视的目光又来了。那以后就是同事了，跟着我混，少不了你的好处。语气里的施舍意味毫不掩饰。这时，前台那边似乎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或者说注意到了他。一位妆容精致的前台小姐快步走来，脸上堆满了热情的笑容，目光却完全聚焦在张天明身上。请问是张天明先生吗？他的声音甜得发腻。张天明很享受这种注目礼，微微颔首，派头十足。是我。你好，你好，李总监特意吩咐过了，您一来就马上带您上去。人事流程我已经帮您提前准备好了，签个字就行。他语速飞快，毕恭毕敬，然后他的目光才像刚发现我似的，轻飘飘地扫过来，笑容瞬间淡了几分。你是韩阳，也是今天来市场部报道的实习生。我平静地回答。哦，他拖长了语调，从柜台下又拿出一份表格，公事公办地推到我面前，填一下这个，然后去3楼人事部办手续，再自己去16楼市场部报道。待遇差别，高下立判。张天明嗤笑一声，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能让前台听见。小韩啊，看来你得自己辛苦跑一趟了。没办法，李总监催得急，我就先上去了。说完，还很好心地对前台说：“这位是我一起的，手续上照顾一下。”前台小姐立刻对我挤出个城市化的笑容。好的，张先生您放心。看着张天明在前台殷勤的引领下走向高管专用电梯，我无所谓的耸耸肩，拿起表格走向普通员工电梯。停好，清静。电梯到达16楼，门一开，就看见一位顶着地中海发型、肚腩微凸的中年男人正搓着手，一脸期待地等在门口。不用说，这就是市场部总监李建国了。他一见我们，小眼睛瞬间亮起，直接越过我，一把握住张天明的手，用力摇晃。哎呀，天明是吧？欢迎欢迎，可算把你盼来了，一路辛苦了。那热情劲儿，仿佛迎接的是久别重逢的亲儿子。张天明显然很受用，嘴上却说着套话：“李总监太客气了，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指点。”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互相学习，互相学习。李建国笑得见牙不见眼，这才好像刚发现我似的。这位是韩阳，新来的实习生。我再次自我介绍。哦，小韩啊。李建国脸上的笑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敛，变成了领导式的威严。行，都来了就好。小王，他扭头喊来一个年轻员工，带小韩去那个靠储物间的空位。天明，你的工位我早就安排好了，靠窗，视野好，最适合你这样的青年才俊思考决策。我顺着李建国指的方向看去，我的位置在角落，紧挨着打印机和杂物柜，光线昏暗。而张天明的位置宽敞明亮，抬眼就能看到城市景观。几个周围的同事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有人窃窃私语：“看见没？那个就是张天明，听说来头极大，上面特地打了招呼的。”废话，总监亲自迎接，这待遇。旁边那个谁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不知道，估计是凑数的吧，最后也是陪跑的命。张天明得意地瞥了我一眼，仿佛在说：“看吧，这就是差距。”安顿好工位，李建国召集部门开会。不大的会议室里，20多双眼睛看着我们两个新人。李建国让张天明坐在他左手边最靠近他的位置，而对我则随手指了指长桌最末尾的那个座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位新同事。李建国声音洪亮，首先隆重推出张天明。这位是张天明，名校毕业，能力突出，背景总之是非常优秀的人才。集团高度重视，特意安排到我们部门历练，大家欢迎，掌声热烈。不少人的目光在张天明那身行头上流转，充满了探究和讨好。然后李建国像是才想起我，敷衍地补了一句：“哦，还有这位韩阳，也是新来的实习生，大家也欢迎一下。”稀稀拉拉的掌声，更多的是好奇和漠然的目光。会议结束前，李建国开始分配任务。天明啊，你重点跟进一下蓝海项目，下周的客户汇报，你来做主要陈述。这可是露大脸的好差事，而且前期最繁琐的数据和资料整理工作早已由别人完成。接着他看向我，眉头微皱，仿佛分配任务是个难题。小韩啊，你是新人，要多锻炼，这样天明陈述需要的所有数据支撑图表、市场对比分析 PPT， 还有客户可能问到的 Q 与 M 背景资料，你都帮忙准备一下，明天早上给我。哦，对了，
还有这些积压的报表也一并处理了。公司可不养闲人。他推过来厚厚一摞文件，整个会议室安静了一瞬。这明显是把所有脏活累活都丢给了我，而光环则属于张天明。张天明这时假惺惺地凑过来：“李总监，这么多工作都给韩阳一个人，不太好吧？要不分我一点？”我还没开口，李建国就抢着说：“哎呦，天明你真是心地善良，不过不用，这些基础工作正好给小韩这样的新人练手，你应该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决策上。”他转头看我，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小韩，能完成吧？年轻人，多吃点苦没坏处。”我看着那堆成小山的文件，又看看李建国那副嘴脸和张天明眼中一闪而过的得意，心里那点因为匿名历练而产生的新奇感彻底消失了。原来所谓的职场，有时候并不需要能力，只需要一个据说的背景。我缓缓抬起头，迎着李建国的目光，平静地回答：“好的，总监，没问题。”接下来的几天，办公室成了张天明个人的炫富舞台和我的隐形劳动监狱。我埋首在那堆几乎不可能按时完成的文件和数据中，键盘敲得噼啪作响，而张天明则悠哉悠哉地在他的警官位上，不是摆弄他那套昂贵的茶具，就是不经意地接听一些听起来像是某总某董打来的电话，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半个办公室的人听见。王叔您太客气了，这点小忙算什么？我爸说了，都是自己人。李阿姨的宴会我肯定到，替我向伯伯问好。每通电话结束，总能收获几道更加敬畏和好奇的目光。部门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一种心照不宣的猜测在空气中弥漫。这张天明到底是哪位皇亲国戚？这种猜测在周三上午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各位同事，初来乍到，一点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张天明站在办公室中央，脚边放着一个看起来就价格不菲的纸质提袋，笑容可掬。他像圣诞老人发礼物一样，开始从袋子里往外拿东西。李总监，他首先拿起一个深蓝色的长条盒子，恭敬地递过去。听说您爱好书法，这支万宝龙大师杰作系列墨水笔，希望能入您的法眼。李建国接过，打开盒子的瞬间，眼睛都直了，手甚至有点抖。这天明啊，这太贵重了，这怎么好意思？他那副模样，恨不得当场给张天明鞠一躬。我抬眼瞥了一下，心里咯噔一声。那支笔的款式和材质，像极了我父亲书房里那支珍藏版。哎呦，总监您这就见外了，小玩意儿，您用着顺手就行。张天明摆摆手，浑不在意。接着他走向副总监赵文：“赵姐，一点小礼物，希望您喜欢。”他拿出一个精致的小袋子，里面是某顶级奢侈品牌的丝巾，这款花色特别配您的气质。赵文明显愣了一下，表情有些复杂，但还是礼貌地接了过去。谢谢，破费了。他的反应相对克制，但眼中也有一丝被这大手笔惊到的神色。那条丝巾，我看着越发眼熟。然后是马屁精王娜，她几乎是从座位上跳起来的，脸上堆满了受宠若惊的笑容。娜姐，这套海蓝之谜的护肤套装，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我觉得特别适合您这样精致的女士。天哪，天明，你也太贴心了吧！王娜的声音尖的能刺破耳膜，她抱着盒子，像是抱着什么绝世珍宝。这得多贵啊！这怎么好意思收呢？话是这么说，手却攥得死紧。
小钱，那姐开心就好。张天明笑得春风得意，他几乎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名牌钢笔、奢侈品牌钥匙扣、限量版香水、高端咖啡券。办公室里惊呼声、感谢声、恭维声此起彼伏，简直成了大型感恩现场。每个人都沉浸在太子爷撒钱的喜悦中，气氛热烈得像是过年。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像个透明人，坐在角落的打印机专用座上，与周围的欢腾格格不入。直到张天明发完最后一份礼物，他才像是刚刚发现我的存在，慢悠悠地踱步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最廉价的礼物——公司 logo 的普通记事本。哟，韩阳，他把本子随手扔在我已经堆满文件的桌角，语气带着显而易见的施舍：“也别漏了你，这个本子你拿着用，记工作要点，省得你，反正你用正合适。”哄笑声瞬间响起，王娜一边抹撒着她的护肤品，一边阴阳怪气的接话：“就是韩阳，天明考虑的多周到啊，这名牌本子可不便宜，够你买好几件 T 恤了吧？”他特意加重了名牌本子几个字，嘲讽拉满。另一个收了名贵钢笔的男同事也笑着帮腔：“韩阳，还不快谢谢天明，这种高级货估计你以前都没见过吧，可得省着点用，哈哈。”李总监也远远的发话，语气像是恩赐：“小韩啊，要懂得感恩，天明这是照顾你，怕你融入不进来。虽然礼物轻重不同，但心意是一样的嘛。”张天明享受着这份由采我而带来的优越感，故作大度的摆摆手：“哎，都是同事，说这些干嘛？韩阳家里条件一般，大家多体谅多照顾嘛。”我看着桌上那个刺眼的公司 logo 记事本，再扫过他们手中那些让我愈发眼熟的名贵礼物，一股怒火混着荒谬感直冲头顶。这些玩意儿十有八九是从我家不知道哪个角落顺手牵羊来的。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当场揭穿的冲动，只是把那个记事本推到了一边，声音平静却清晰：“谢谢，不过不用了，我习惯用自己买的东西。”瞬间，办公室安静了一下，张天明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王娜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尖叫起来：“韩阳，你什么意思？天明好心好意送你礼物，你还挑三拣四，给你脸了是吧？就是，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还摆上谱了，穷酸样，活该穷一辈子，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刻薄的言语像刀子一样飞来，李总监也皱起眉头，语气严厉：“韩阳，你怎么说话的？天明这是为你好，帮助你融入集体，你这是什么态度？一点都不虚心。”张天明冷笑一声，上下打量着我，那目光轻蔑的能刮下一层皮。呵，看来是我多事了。有些人啊，自尊心强得很，穷得叮当响，还非要装清高。他转向其他同事，声音提高：“算了算了，大家别为难他了，毕竟圈子不同，硬容也没意思。天明你就是太善良，跟这种人生气不值当。”同事们纷纷附和，看我的眼神更加鄙夷。我坐在那里，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嘲讽，看着张天明那副虚伪的嘴脸，突然觉得有些可笑。你们捧着的，你们巴结的，不过是个冒牌货，而你们肆意羞辱的，才是你们真正想巴结却认不出来的人。这出闹剧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不再理会他们的喧闹，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电脑屏幕上，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只是那敲击声比刚才重了几分。等着吧，
我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周五下午，办公室里的空气粘稠的让人喘不过气。连轴转了几天的我，终于赶在最后期限前把李总监交代的那堆如山的工作处理完毕，发到了他的邮箱。肩膀僵硬，眼睛酸涩，而办公室的另一边则是另一番景象。张天明被几个同事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欣赏着他手腕上那块新换的更扎眼的理查德米勒腕表，惊叹和恭维声不绝于耳。我的天，天明，这表得7位数吧？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这才是真正的顶级富少啊！咱们真是沾了天明的光，才能在这种近距离看到这种神器。张天明享受着追捧，故作谦虚的摆摆手：“哎，没什么，就是个小玩具。”带着玩玩的那姿态，那语气，仿佛他生来就该拥有这一切。我收回目光，揉了揉眉心。连续几天被当成廉价劳动力使唤，加上这种无处不在的令人作呕的攀附与吹捧，让我的忍耐快要接近极限。看着那些因为收了偷来的礼物而对张天明感恩戴德的同事，一种荒谬又烦躁的情绪在胸腔里涌动。或许是为了缓解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或许只是想给自己一点清静，我鬼使神差地拿出手机，点开了星巴克的外送啊，手指滑动，咖啡、拿铁、星冰乐，各式蛋糕甜点，我几乎给部门里每个人都点了一份，包括李总监和张天明。金额不小，但对我而言不过是9牛1毛，就当是破财消灾吧。我这么告诉自己，按下了支付键。半小时后，外卖小哥提着2大袋印着绿色女神 logo 的纸袋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香气瞬间弥漫开来。哇，星巴克，谁这么大方？靠近门口的一个同事率先叫了起来，这一声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疲惫的下午，没有什么比一份免费的精致下午茶更能提振人心了。我站起身，刚想开口说是我点的，大家辛苦了，一个身影却比我更快地冲了过去，是张天明。他极其自然地接过外卖小哥手里的袋子，仿佛早已等候多时，声音洪亮，带着他惯有的施舍般的热情。哎呀，送到了，大家快别忙了，来来来，我请大家喝下午茶，一点小意思，别客气。办公室里瞬间爆发出更大的欢呼和恭维声。天明哥，你也太好了吧，谢谢张公子，跟着您真是有肉吃，这得花不少钱吧，太破费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愣在原地，眼睁睁看着同事们兴奋地围拢过去，瓜分着本应是我心意的咖啡和蛋糕，而所有的感激都精准地投向了张天明。荒谬感再次席卷而来，这一次我忍不了了。等等，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喧闹中显得格外清晰。人群安静了一瞬，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我，目光中带着疑惑和不耐烦。那是我点的。我看着张天明，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死一般的寂静。张天明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但仅仅是1秒，他就恢复了那副傲慢的神情，甚至嗤笑出声：“韩阳，你说什么？你点的？”他上下扫视着我，目光里的轻蔑几乎化为实质。你知道这一顿要多少钱吗？够你1个月生活费了吧？就是。王娜立刻跳出来帮腔，嘴里还嚼着我买的蓝莓芝士蛋糕。韩阳，你疯了吧？想出名想疯了，这种牛也敢吹，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学人家天明哥请客，你请得起吗？另一个男同事讥讽道，手里牢牢捧着我点的焦糖玛奇朵。真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想讨好大家也别用这种方式啊！恶心、嘲讽和质疑像冰雹一样砸过来，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你不配。李总监皱着眉头走过来，手里拿着我点的美式咖啡，沉声道：小韩，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年轻人要踏实，怎么能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呢？天明好心请大家，你冒领功劳，这像什么话？我看着他，看着这群一边享用着我的东西，一边对我极尽羞辱的人，一股凉意从心底升起。李总监，订单记录还在我手机上，需要我现在调出来给大家看吗？我举起手机，屏幕上是清晰的支付完成界面。张天明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但立刻强装镇定，甚至一把拦住我的肩膀，用力捏了捏，语气亲昵却充满威胁。行了行了，韩阳，知道你想在大家面前表现一下，心意我领了，但这确实是我订的，可能你刚才也订了，但外卖小哥送错了，对吧？他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警告。天明啊，你就是太善良，还给他找台阶下。王娜尖声道，就是跟他废话什么，这种人就是欠收拾，脸皮真厚。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根本不容我辩解，就已经给我定了罪。他们宁愿相信一个荒谬的送错了的借口，也不愿相信一个他们眼中的穷人能做出如此阔气的行为。李总监显然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他只在乎张天明的面子。他挥挥手，不耐烦的和稀泥，好了好了，不管谁请的，有的喝就行了，吵什么吵？小韩你也是，那么较真做什么？一点小事，至于吗？散了散了，都回去工作。一点小事。我看着李总监，看着这群冷漠又势利的同事，看着得意洋洋的张天明，突然气笑了。我的善意被公然窃取，我被当众羞辱，真相被肆意歪曲，到头来却成了我较真。张天明仿佛赢得了最终胜利，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别自取其辱了，穷逼，你买的东西冠上我的名，是他们的荣幸。说完，他转身，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接受着众人的簇拥和感谢。我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手机，冰冷的屏幕贴着掌心，那份下午茶的甜腻香气还弥漫在空气中，却让我感到一阵反胃。这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在这个地方讲道理是没用的，他们的势力和愚蠢已经蒙蔽了所有的判断力。行，既然你们只认身份，只认权势，那我们就好好玩玩。我收起手机，坐回我的位置，不再看那边喧闹的人群一眼，只是心底某个决定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下午茶的闹剧余波未平，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同事们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目光时不时地瞟向我这边，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诮和疏远，而我则彻底被他们孤立在了那个阴暗的角落，仿佛身上带着什么瘟疫。张天明显然很满意这种效果，他坐在他那光鲜亮丽的位置上，翘着二郎腿，时不时投来胜利者般的睥睨目光。就在这时，李总监拍了拍手，吸引大家的注意。好了好了，安静一下，跟大家宣布个好消息。所有人立刻抬起头，尤其是看到李总监那满脸堆笑对着张天明的样子，更是竖起了耳朵。为了欢迎我们天明的加入，部门决定
这周末组织一次团建活动。李总监声音洪亮，仿佛宣布了什么天大的喜讯。哇，团建，太好了！总监英明，去哪儿啊？总监，办公室里瞬间炸开了锅，气氛重新变得热烈起来，仿佛刚才那场针对我的集体霸凌从未发生过。李总监笑眯眯地看向张天明，语气近乎谄媚：天明啊，你看大家这么热情，地点吗？当然要听听你的意见，你有什么好推荐吗？张天明就等着这句话呢。他慢条斯理地放下手中的咖啡，我买的那杯，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故作随意的口吻说道：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那我肯定要表示表示。正好我家在海边有套空着的度假别墅，地方还算宽敞，设施也齐全，要不就去那儿。海景别墅，我的天，张公子你也太牛了吧，真的可以去吗？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海景别墅里面啥样呢。惊呼声和马屁声几乎要把屋顶掀翻。张天明享受着众人的崇拜，得意地拿出手机，手指滑动几下，就这儿，环境还凑合。他轻描淡写地说着，随即在部门工作群里发了几张照片，所有人的手机都叮咚作响。我也点开看了一眼，果然就是我家那套别墅。照片拍的角度刁钻，刻意避开了一些能显示私人物品的细节，但那个无敌海景的露台，那个标志性的无边泳池，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群里瞬间被各种彩虹屁刷屏，这是天堂吧？天明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偶像，这得多少钱啊？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谢谢张公子带我们见世面。李总监更是激动的红光满面，仿佛这别墅是他的一样。好，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周末就去天明的别墅团建，所有人必须参加啊，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必须的，打死我也要去。在一片欢腾中，张天明的目光却像毒蛇一样慢悠悠地划过众人，最后精准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他嘴角勾起一抹恶劣的笑容，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所有人都听见。不过嘛，他拖长了语调，成功地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这里。别墅虽然大，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毕竟圈子不同，硬融在一起大家都尴尬，对吧？他顿了顿，迎着我的目光，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所以韩阳，你就别来了，我家的别墅不适合清高的你，你这么努力，还是在部门加班吧。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排挤。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微妙起来，有幸灾乐祸，有漠不关心，有尴尬，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哪怕表面上的公道话。王娜第一个跳出来附和，声音尖利：就是某些人心里没点数吗？下午才闹了那么一出，还好意思跟着去，别到时候又说是他请的客，那就笑死人了。另一个男同事嗤笑道：去了也是扫兴，拉低我们的档次，老老实实周末加班吧。韩阳，那堆报表还没整理完吧？李总监轻飘飘地补了一刀，彻底为这场排挤盖棺定论。天明考虑的周到，大家玩的也放松些。我坐在那里，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仿佛我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件可以随意处置、随意羞辱的垃圾。怒火在胸腔里翻腾，几乎要冲破理智的堤坝，但我反而笑了。我抬起头，迎着张天明挑衅的目光，迎着那些或嘲讽或冷漠的视线，语气平静的连自己都有些意外。放心，我对你们的聚会
没兴趣。我的反应似乎让他们有些意外，也有些失望。他们可能更期待看到我恼羞成怒或者祈求可怜的样子。张天明冷哼一声，算你识相。团建的事情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整个下午，办公室里都洋溢着一种过节般的喜悦。他们热烈地讨论着要带什么衣服，要玩什么游戏，要怎么享受那个奢华的周末。而我则被完全隔绝在这份喜悦之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下班时间一到，他们簇拥着张天明，浩浩荡荡、欢声笑语地离开了办公室。没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甚至没有一个人多看我一眼。我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更显得孤寂。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群里张天明发的消息，按了所有人，周六早上9点，公司楼下集合，统一坐大巴过去，期待和大家共度周末。呲牙笑，下面又是一排整齐的收到，谢谢张公子。我看着那条消息，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没兴趣？不，我兴趣大得很。我真的很想知道，这场由小偷和他的蠢货观众们主演的荒谬戏剧，到底要如何收场？周六上午，阳光明媚，海风习习。我比他们更早地来到了我家的海边别墅，站在2楼的露台上，我看着那辆扎眼的豪华大巴沿着海岸公路蜿蜒驶来，最终停在了别墅那气派的雕花铁门外。一群人叽叽喳喳地下了车，对着别墅和外部的园林景观发出阵阵惊叹，拿着手机疯狂拍照。张天明像个主人一样站在最前面，得意地介绍着什么。然后他们看见了我。就在他们准备进门的时候，我缓缓地从别墅内部的林荫小道走了出来，恰好站在了铁门内侧，仿佛只是偶然散步到此。空气瞬间凝固，张天明的笑容僵在脸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的惊怒。韩阳，他的声音尖利地破了音，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他妈不是说了不让你来吗？你还要不要脸，跟踪我们？你他妈是个变态吧？同事们也反应过来，鄙夷和嘲讽如同潮水般涌来。王娜指着我，像是看到了什么恶心的脏东西。我的天，你真的跟来了？你怎么这么死皮赖脸啊？肯定是看我们坐大巴，自己偷偷打车跟来的呗。真是阴魂不散，穷疯了吧？想蹭吃蹭喝也不带这样的，赶紧滚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李总监也皱紧了眉头，语气极其不悦。小韩，你这是什么意思？公然违抗安排，还想破坏团队活动，你眼里还有没有纪律？张天明猛地推开铁门，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因为身高略矮，他不得不微微仰头瞪着我，那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他竟然伸出手，极其侮辱性地拍了拍我的脸，一下又一下，动作轻佻而充满了蔑视。行啊，韩阳，没看出来你脸皮这么厚。他嗤笑着，语气恶劣。怎么，非要少爷我带你见见世面？好吧，看你这么可怜，今天少爷我就大发慈悲，带你进去开开眼。他的那几个狗腿子立刻发出哄笑声，仿佛这是什么天大的恩赐。我感受着脸颊上那令人作呕的触感，心中的冷意几乎凝成实质，但我没有发作，只是微微侧头，避开他的手，脸上甚至挤出了一丝看似尴尬又顺从的笑意。好啊，那就谢谢张公子了。我的反应似乎取悦了他，他得意的哈哈大笑，仿佛彻底征服了我这个穷屌丝。算你识相，跟我来吧。他大手一挥，像个得胜的将军，
转身面向众人，走了，大家别因为无关紧要的人坏了兴致。今天吃好喝好玩好。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咔嗒一声，门开了。他居然真的有我家的钥匙。我看着他那副趾高气昂、率先踏入我家大门的背影，眼神彻底冷了下来。笑吧，尽情的笑吧，很快你们就笑不出来了。我深吸一口气，跟着这群喧闹的入侵者步入了本该属于我的领地。好戏才刚刚开始。4. 孤身赴会与刺耳的嘲讽。周五下班时，办公室里那股子针对我的冰冷氛围几乎凝成了实质。我埋头整理最后一点东西，假装感受不到那些或鄙夷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张天明被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离开，临出门前还特意投给我一个充满挑衅和胜利意味的眼神。周末好好加班啊，韩阳。李总监皮笑肉不笑地丢下一句，着重强调了“好好”2个字，仿佛给了我天大的恩赐。我没应声，只是沉默地看着他们喧闹着消失在门口。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人。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打印机偶尔发出休眠的嗡鸣。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耳边却仿佛还回响着那些刺耳的嘲讽和排挤。别来了，我们这不欢迎你，圈子不同，硬融在一起，大家都尴尬。呵，我睁开眼，看向窗外逐渐沉落的夕阳，眼底最后一丝犹豫彻底散去。原本想着忍到实习结束，低调地完成父亲的考验，但现在看来，有些人已经把别人的忍让当成了软弱可欺的资本。既然你们这么想看太子爷的排场，这么巴结一个冒牌货，那我就给你们好好看看。周六清晨，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吹拂着海岸公路。我开着车库里最不起眼的一辆黑色奥迪，早早来到了位于僻静海湾的自家别墅。陈叔早已接到我的通知，安静地等候着。少爷，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陈叔恭敬道，佣人们都吩咐过了，会如常工作，不会多言。很好，我点点头，走上2楼的露台，从这里可以清晰地俯瞰蜿蜒的公路和蔚蓝的海面，当然也能看到那扇气派的雕花大门。9点整，那辆扎眼的豪华大巴准时出现在视野里，沿着海岸线驶来，最终停在了我家别墅的大门外。一群穿着度假风却明显透着局促和兴奋的男男女女叽叽喳喳地下了车，立刻就被眼前奢华的环境震慑住了。惊呼声甚至隐约传到了露台上。天啊，这比照片里还夸张，这得多少钱啊？快帮我拍一张，这大门当背景绝了。张天明站在最前面，意气风发，像个真正的主人一样，指着别墅和外部的园林景观，唾沫横飞地介绍着什么，收获着一波又一波的惊叹和恭维。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场闹剧，估算着时间，缓缓走下楼梯，穿过精心打理的内院花园，仿佛只是清晨散步归来。就在张天明掏出钥匙，准备开启那扇雕花铁门时，我恰好从门内的林荫小道走出，出现在了门后。一瞬间，门内门外隔着一道铁艺花纹，我和他们打了个照面，空气仿佛凝固了。张天明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僵住，如同被人掐住了脖子，眼睛瞪得滚圆，写满了难以置信和暴怒。韩阳，他的声音猛地拔高，尖锐的刺耳，你他妈怎么会在这里？他这一嗓子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原本还在惊叹别墅奢华的同事们，看到我，表情瞬间变得精彩纷呈。
惊讶、鄙夷、厌恶，看好戏的兴奋。王娜第一个跳出来，尖利的声音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我的天，你真的跟来了？你要不要脸啊？天明哥明明说了不带你，肯定是偷偷打车跟来的，跟踪狂吧你是？另一个男同事附和道，脸上满是讥讽。真是穷疯了，想蹭别墅想疯了，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赶紧滚吧，别在这里碍眼，真扫兴。七嘴八舌的嘲讽毫不客气地砸过来，李总监的脸色也瞬间沉了下来，推开人群走到前面，隔着铁门指着我的鼻子，语气严厉的像是在训斥一条不听话的狗。韩阳，你怎么回事？公然违抗我的安排，谁允许你私自跟来的？还想破坏团队活动？你眼里还有没有纪律？现在立刻给我回去！张天明终于从震惊和暴怒中缓过神来，他猛地推开铁门，门轴发出沉重的吱呀声，气势汹汹地冲到我面前。他比我略矮，不得不微微仰头，但那眼神里的恶毒和轻蔑却像要把我吞噬。他竟然伸出手，极其侮辱性地用近乎拍打的方式拍了拍我的脸颊，力道不重，但侮辱性极强。行啊，韩阳，他嗤笑着，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没看出来你他妈还是个跟踪狂，脸皮是城墙做的，非要像条赖皮狗一样贴上来。周围的同事发出压抑的哄笑声，仿佛在看一场精彩的猴戏。怎么？张天明收回手，双臂抱胸，姿态傲慢到了极点。非要少爷我大发慈悲，赏你进去开开眼，见识见识你这辈子都摸不到的门槛。他的狗腿子们立刻附和，天明哥太善良了，这种人就该直接报警，让他滚啊！我感受着脸颊上那令人作呕的触感，听着周围刺耳的嘲笑，胸腔里的怒火几乎要炸开，但最终我只是微微侧头，避开了他的视线，脸上甚至硬生生挤出了一丝看似窘迫又顺从的假笑。好啊，我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刻意示弱的语气，那就谢谢张公子了。我的服软似乎极大地满足了张天明的虚荣心和征服欲，他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更加得意的大笑，仿佛彻底把我踩在了脚下。哈哈哈哈，算你他妈识相！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大得发狠。那就跟紧了，少爷今天心情好，就带你这条土狗见见世面，别乱碰东西，碰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他转过身，面向那群等着看热闹的同事，大手一挥，走了走了，大家别因为一条蹭吃蹭喝的赖皮狗坏了兴致，今天都给我玩尽兴了。在众人或鄙夷或怜悯或兴奋的目光中，张天明掏出那把本不属于他的钥匙，插进锁孔，咔嗒一声，门锁应声而开。他推开沉重的铁门，像个真正的主人一样，率先踏入了本属于我的领地。其他人蜂拥而入，经过我身边时，无不投来轻蔑的一瞥。我落在最后，看着他们喧闹的背影，看着张天明那趾高气昂指点江山的模样，看着这群闯入者对我家的一切评头论足，大惊小怪。刚才那强行压下去的怒火已经彻底冷却，沉淀为一种冰冷的决心。我深吸一口气，海风的咸味混合着院子里植物的清香，这本该是让人放松的味道，但现在它只让我感到一种山雨欲来的平静。我缓缓抬起脚，跨过了那道门槛。好戏该开场了。厚重的雕花铁门在我们身后缓缓合上，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仿佛将内外隔绝成了两个世界。
门内是极致的奢华与宁静，门外是那群闯入者尚未平息的兴奋与喧哗。当然，这份宁静瞬间就被打破了。哇塞，这大厅，这挑高，这水晶灯，快看那边，全景落地窗，海景无敌了。这沙发是意大利定制的吧？摸起来质感绝了。同事们像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眼睛不够用似的四处张望，惊叹声、拍照的咔嚓声此起彼伏。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踏入不属于自己阶层的兴奋与虚荣。张天明俨然成了导游，他走在最前面，享受着众人崇拜的目光，信口开河地介绍着：“这灯是从奥地利定制的，水晶全是施华洛世奇，沙发好像是意大利那个叫什么 B 与 B 的牌子，一套也就100来万吧，坐着也就那样。这画则不懂，好像是什么抽象派，我妈瞎买的，说配色和客厅大。我跟在这群人的末尾，沉默地听着他把我母亲精心挑选的法国设计师灯具说成奥地利产，把父亲钟情的丹麦品牌沙发胡说成意大利，把那幅我妹妹花了大价钱拍下的当代艺术真迹贬低为瞎买，嘴角忍不住微微抽搐。这蠢货连装逼都装不到点子上。李总监搓着手，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亦步亦趋地跟在张天明身边。天明啊，你们家这品味，这格调，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这才是真正的豪门生活。王娜更是恨不得贴到张天明身上去，声音嗲得发腻：“天明哥，你简直就是小说里走出来的霸道总裁本尊啊！又帅又多金，品味还这么好。”张天明被捧得飘飘然，大手一挥，极其豪爽：“大家随便看，随便玩，就当自己家一样，别拘束。”一群人欢呼着，开始在各个房间穿梭探索，摸摸这个，拍拍那个。我看着他们用沾着汗渍和零食碎屑的手抚摸那些昂贵的艺术品和家具，眉头微不可察地皱起。就在这时，几个对红酒略有研究的男同事被客厅一侧整面墙的恒温恒湿酒柜吸引了过去。那酒柜设计的极具现代感，内部灯光柔和，照着一排排标签古朴的酒瓶，如同陈列着沉睡的贵族。我的天！一个戴眼镜的男同事猛地刹住脚步，脸几乎要贴到玻璃上，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那是1945年的罗曼尼康帝，我不是眼花吧？还有那边1990年的百图斯，一整排，那是笑英庄的赤霞珠吗？这酒柜是个宝库啊！他们的惊呼引来了更多人围观，酒柜瞬间成了新的焦点。对于这些普通白领来说，那些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一瓶的名酒，根本是传说中存在的东西。张天明也被吸引过去，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茫然，显然对这些酒的价值一无所知，但立刻被众人的情绪感染，又摆出了那副主人翁的姿态。这个啊，我爸的一点小收藏，他平时就好这一口。他语气轻松的，仿佛在谈论超市货架上的啤酒。张公子，戴眼镜的同事激动的转头，脸都涨红了。这能让我们开开眼吗？就看看瓶子也行。他的要求甚至有些卑微，其他人也立刻眼巴巴地看向张天明，充满了期待。张天明被这期待的目光看得虚荣心极度膨胀，豪迈的一挥手：“这有什么？看得起我张天明是吧？开，喜欢哪瓶直接开。好酒就是用来喝的嘛，大家今天不醉不归。”哇，
张公子万岁，太牛逼了，这辈子值了！狂热的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屋顶，几个男同事迫不及待的就要去拉酒柜的玻璃门，然而，打不开，锁着的。天明哥，这柜子锁着呢。他们疑惑地回头看向张天明，张天明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他明显愣了一下，显然根本不知道酒柜还有锁这回事。他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但众目睽睽之下，他强装镇定，甚至还带着点埋怨的口吻：“哎呀，肯定是家里佣人怕落灰给锁上了，我都不知道这事儿，真是的。”一点眼力见都没有。他掏出手机，语气变得不耐烦：“没事，我马上叫佣人送钥匙过来。”真是扫兴。他走到一边去打电话，声音压得有点低，但我还是能隐约听到他强压火气的命令声。我靠在远处的门廊边，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一幕，戏越来越好看了。几分钟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刘姨，匆匆从别墅的侧门小跑进来，她脸上堆着过分热情又带着紧张的笑容，目光第一时间就寻找张天明，完全没注意到角落里的我，而她几乎是脱口而出，那个亲密的称呼只发出了半个音。刘姨，你怎么回事？张天明声音猛地拔高，尖锐地打断他，一步上前，极其粗暴地一把甩开刘姨，下意识伸过来想拉他的手，眼神里充满了警告和威胁。刘姨被甩得一个趔趄，看着儿子那凶狠的眼神，再瞥见周围一圈衣着光鲜的客人，顿时明白了什么，脸色一白，唯唯诺诺地改口：“那个少爷，您找我。”这结结巴巴的改口，生硬又可疑。几个同事交换了一下眼神，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张天明却顾不了那么多，语气恶劣地质问：“酒柜钥匙呢？谁让你把酒柜锁起来的？赶紧打开！没看见我朋友们等着吗？”刘姨手足无措，额头冒汗。“那个少爷，你等等，我问问。”他像是抓到救命稻草，赶紧走到一边去打电话，声音压得极低，表情惶恐。“我不用猜都知道，这电话是打给我母亲的。”我悄悄拿出手机，快速发了条消息出去。不出所料，刘姨挂断电话后，脸色比刚才更加惨白。她磨磨蹭蹭地回到张天明身边，头几乎要埋到胸口，声音细若蚊蚋：“哦，不，少爷，酒柜钥匙拿不到。”什么叫做拿不到？张天明瞬间炸了，声音陡然拔高，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我家的东西，我让你拿个钥匙都拿不到，你干什么吃的？”这失态的怒吼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气氛瞬间僵至冰点。同事们脸上的兴奋和期待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错愕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怀疑。刘姨被吼得浑身一抖，差点哭出来，支支吾吾地编着拙劣的借口：“那个是找不着了，可能是我弄丢了。”“对，弄丢了。”张天明气得脸都扭曲了，抬手似乎就想打人，但最终还是硬生生忍住，喘着粗气：“你真是……没事。”李总监见状，赶紧上前打圆场，虽然他自己额头也冒了汗，但还是强笑着：“天明，你别生气，下人办事不力，别气坏了身子，咱们不喝了。玩别的也一样。”王娜也赶紧附和，只是笑容有点僵硬：“就是，好酒得配懂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喝不出好坏，别浪费了。”“对，玩别的。”其他人也纷纷反应过来，七嘴八舌的试图缓和这尴尬的局面。
只是看向张天明的眼神里，多少少了一些之前的狂热，多了一丝探究。张天明胸口剧烈起伏，狠狠瞪了刘姨一眼，顺着台阶下，故作恼怒的摆摆手：“滚滚滚，没用的东西，别在这里碍眼，赶紧给我回去！”刘姨如蒙大赦，连声应着：“哎哎哎！”几乎是落荒而逃。经过我身边时，她终于看到了我，那张脸瞬间血色尽失，惊恐万状。我对着她微微一笑，无声地做了个虚的口型。她像是见了鬼一样，踉跄着跑没了影。这个小插曲看似被接过，狂欢继续，但某种微妙的不安和怀疑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酒柜光滑的玻璃表面上，模糊地映照出几张强颜欢笑却各怀心思的脸，而我依旧站在角落，如同一个冷静的观众，等待着下一幕的开场。好戏还在后头。酒柜风波带来的那一丝微妙尴尬，很快就被刻意营造的狂欢氛围所掩盖。音响被打开，播放着震耳欲聋的流行乐。有人不知从哪翻出了桌游，还有人开始在宽阔的客厅里摆拍各种名媛风照片，试图将刚才那点不愉快彻底遗忘。张天明也重新抖擞起来，仿佛刚才那个气急败坏、险些对佣人动手的人不是他。他穿梭在人群中，大声说笑，接受着同伴们或许不如之前那么纯粹，但依旧热情的恭维。只是偶尔，他的目光会下意识地瞥向那个锁住的酒柜，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我依旧待在不起眼的角落，冷眼旁观着这场在我家进行的荒谬派对。时间缓缓流逝，窗外的阳光逐渐变得炙热。到了下午，一番折腾玩闹之后，精力消耗殆尽的众人开始感到饥肠辘辘。好饿啊，有没有吃的？王娜揉着肚子，娇声抱怨道：“是啊，光顾着玩了，中午都没吃啥，这荒郊野岭的，哪有吃的啊？”问题被抛了出来，这里是高端私人度假区，最近的商业区也在10几公里之外，根本没有外卖服务。众人的目光再一次习惯性地投向了张天明。天明哥，这咋整啊？肚子咕咕叫了。一个男同事摸着肚子，眼巴巴地看着他。张天明脸上那刚刚恢复的从容又僵了一下，他显然没考虑到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我以为这次他该黔驴技穷了，总不能凭空变出食物来吧？但我还是低估了这家人的无耻和准备工作的充分程度。就在张天明眼神闪烁，似乎在想托辞的时候，王娜又跳了出来，用一种极其夸张的语气提议道：“这有什么难的？对于天明哥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让家里司机开车去市区买不就行了？对于张公子家来说，劳斯莱斯去买个披萨，那不是基操吗？”这话听起来像是玩笑，却瞬间点燃了众人的期待。对啊，让司机去，劳斯莱斯送披萨，这牌面说出去谁敢信？天明哥，让我们体验一把顶级富豪的日常吗？张天明被这突如其来的提议和周围狂热的起哄架在了火上，他脸色变换了几下，最终一咬牙，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脸上又重新堆起了那种虚浮的豪气。这算什么事？等着！他掏出手机，走到一边，背对着众人，压低声音，飞快地打了个电话。我眯起了眼睛，他还真有司机可使唤。难道？大约半小时后，一阵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引擎轰鸣声由远及近，最终停在了别墅大门外。有车来了，是不是送吃的来了？所有人都兴奋地涌向门口，
张天明一马当先，脸上带着一种看吧，我就说没问题的得意。我也跟着人群走了出去，然后我就看到了那辆熟悉的黑得发亮的劳斯莱斯幻影，以及那个从驾驶座上下来的穿着笔挺司机制服的中年男人张叔，我父亲的专职司机。他手里还真的提着几个印着某知名披萨店 logo 的大纸袋。哇塞，真的是劳斯莱斯！卧槽，开幻影送披萨，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张公子，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死忠粉。同事们彻底疯狂了，手机拍照的咔嚓声此起彼伏，围着那辆豪车和提着披萨表情略显局促的张叔啧啧称奇。几个女同事甚至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那光可见人的车身漆面。张天明下巴扬得更高了，他享受着这荒谬绝伦却又极大满足他虚荣心的时刻。他甚至走上前，像主人对仆人那样吩咐道：送到了就行，东西给我吧，你可以先回去了。张叔唯唯诺诺的点头，正准备把披萨递过去，目光却冷不丁地越过了张天明的肩膀，看到了站在人群后方门廊阴影下的我。刹那间，他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整个人如同被瞬间冻结，瞳孔因为极致的惊恐而猛然收缩，那副表情就像是大白天活见了鬼，手里的披萨盒差点脱手掉落。张天明察觉到了张叔的异常，顺着他的目光疑惑地回头，看到是我，脸上立刻涌起极度不耐烦和厌恶的神色。你看他干什么？张天明语气恶劣地对张叔呵斥道，随即又转向我，声音充满了嘲讽：韩阳，你他妈又凑过来干嘛？没见过豪车啊？还是没闻过披萨香味？离远点，别脏了我家的车。他这话立刻引来了同事们的附和嘲笑，就是穷酸样，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种车你这辈子也就只能这么远远看着了，离远点，碰掉点漆卖了你都赔不起。我听着这些刺耳的嘲讽，看着面如死灰身体微微发抖的张叔，又看了看嚣张跋扈毫无所知的张天明。时候到了，我轻轻推开挡在身前的人，人群下意识地让开一条道，我一步一步从门廊的阴影里走出来，走到明媚的阳光下，走到那辆劳斯莱斯旁边，走到几乎石化的张叔和一脸错愕的张天明面前。我的目光平静地落在张叔脸上，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所有的嘈杂。老张这两个字如同一声惊雷，炸响在张叔耳边。他猛地一哆嗦，嘴唇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张天明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爆发出夸张的讥笑声：哈哈哈哈！韩阳，你他妈疯了是吧？老张，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直呼我家司机的名字？他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我家的狗都是你买不起的价。周围的同事也跟着哄笑，这傻逼是不是失心疯了？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赶紧道歉。没大没小，张叔在儿子的叫嚣和众人的哄笑声中，脸色由白转青。他猛地拉了一下张天明的胳膊，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哀求，示意他别说了。但张天明根本不理解，反而更加恼怒：爸，你拉我干什么？怕他个穷屌丝干嘛？他脱口而出，随即意识到失言，猛地住口，脸色瞬间变了。爸这个字眼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少数几个听到的同事中激起了一丝细微的涟漪和疑惑。但我没有理会这点小插曲，我的目光
依旧锁定在浑身发抖的张叔身上，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力。老张，你来说，还是我来说？张叔额头上冷汗涔涔，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的挣扎。忽然，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猛地抬起头，语气带着一种诡异的垂死挣扎般的威胁。韩先生，他艰难地改口，声音干涩，看在董事长的面子上，希望你不要任性。我跟着董事长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董事长还是要给我几分薄面的。威胁我，用一个司机的身份威胁主家的少爷，还我爸要给他几分薄面。我被这荒谬的威胁逗笑了，我看着他，缓缓的一字一句的宣布：既然你不说，那你就被解雇了。这句话如同最终的判决，让张叔彻底僵在原地，面如死灰。什么你就解雇了？你谁啊你？张天明终于从爸那个口误的惊慌中反应过来，听到我要解雇他父亲，顿时气得跳脚，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是你的司机吗？你就解雇？装什么大头蒜？大家别理这个神经病，走，回去该吃吃，该玩玩。他试图煽动众人离开，以掩盖这即将失控的场面。几个脑子不清醒的同事如王纳之流，还真跟着起哄，就是风言风语的赶紧给张叔道歉。但更多的人，包括李总监，都察觉到了不对劲，愣在原地，看着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的张叔，又看看气定神闲的我，脸上写满了惊疑不定。张叔眼见事情即将无法挽回，猛地冲上前，一把死死拉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同时对其他人大声说：我和他单独说说，你们先进去，别耽误了，快去。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崩溃的急切。张天明虽然不明所以，但看他父亲那副模样，也只好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情不愿地招呼着满心疑惑的同事们：走，先进去，别让个疯子坏了兴致。人群一步三回头地，窃窃私语地重新涌回了别墅。门外只剩下我和死死拽着我胳膊，几乎要跪下来的张叔。海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却吹不散他身上那浓重的绝望。少爷，他压低了声音，带着哭腔，之前的强硬和威胁荡然无存，只剩下哀哀的祈求。少爷，求您了，求您高抬贵手，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就想他过得好点。我糊涂，我鬼迷心窍，您就看在我为您家开了这么多年车的份上，饶了我这一次吧。董事长他会原谅我的。我看着这个在我家工作了10几年，此刻却显得如此陌生而可怜的男人，心中没有半点波澜。我给过你机会了。我的声音冷得像冰，是你自己不要。我甩开他的手，不再看他那绝望的表情，拿出了手机。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别墅厚重的雕花木门在张天明和那群心思各异的同事身后沉重合上，暂时隔绝了内部的喧嚣与音乐。门外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海浪拍岸的舒缓节奏和海风吹过棕榈树叶的沙沙声。但这份宁静之下，是几乎要凝成实质的紧张与绝望。张叔，这个在我家当了10几年司机，此刻却面如死灰的中年男人，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丝毫强硬。他死死拽着我的胳膊，手指因为用力而关节发白，仿佛我是他溺亡前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浮木。少爷，他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剧烈的颤抖和哽咽。之前的威胁荡然无存，
只剩下最卑微的祈求：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您了，求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这一回吧。他几乎是半挂在我身上，腿软得像是要跪下去，眼眶通红，泪水混着汗水从苍白的脸上滑落。我就天明这么一个儿子啊，少爷。他声音嘶哑，语无伦次。我就是个没本事的司机，我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我就想让我儿子能出息点，能过上好日子，别像我一样给人当牛做马。我糊涂，我鬼迷心窍，我不是人。他抬起另一只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清脆响亮。我不该借着给董事长开车的机会狐假虎威，我不该冒充董事长的意思给人事打电话，我不该让刘芳、刘姨偷拿夫人和少爷您的东西，我更不该让他偷配别墅的钥匙。我该死，我真的该死。他一边咒骂自己，一边用哀求的目光死死盯着我，试图从我脸上找到一丝一毫的松动。少爷，您就看在我为您家开了这么多年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看在我每次接送您上下学从来没出过差错的份上，饶了天明这一次吧。他还年轻，他要是留下案底，这辈子就毁了啊！所有的东西我们一定原封不动地还回来，加倍的还。我们马上滚，滚得远远的，再也不出现在您面前，求您了，董事长。董事长他心软，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听到他提起我父亲，我心底最后一丝因为往日情分而产生的微弱波澜也彻底平息了。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想打着对我父亲了解的算盘，试图进行道德绑架。我缓缓的但极其坚定的一根一根掰开他死死攥着我胳膊的手指。他的力气很大，绝望赋予了他最后的挣扎，但我的决心更甚。张叔，我的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如同这海风吹散了他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给过你机会，就在刚才，我让你进去自己说清楚，我可以不追究。我直视着他瞬间绝望放大的瞳孔，一字一句清晰无比。是你自己选择了不要这个机会，你甚至还试图威胁我。你觉得我爸会原谅一个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纵容妻儿偷窃主家财物，甚至威胁他儿子的人吗？这句话像一把冰冷的锥子，彻底刺破了他所有的侥幸。他踉跄着后退一步，浑身的力量仿佛都被抽干了，眼神空洞，嘴里喃喃着：完了，全完了。我不再看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怜悯不该用在毫无底线的人身上，他们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爱子心切的范畴，这是赤裸裸的欺诈和盗窃。我转过身，面向广阔无垠的大海，拿出了手机。屏幕的光亮在略显昏暗的傍晚显得有些刺眼。第一个电话，我打给了我的父亲。电话很快被接起。爸，我的声音平静无波。张司机和刘姨涉及长期偷窃家中财物，并盗用你的名义为他们的儿子张天明谋取职位，现在更是私自盗用我在海边的别墅举办非法聚会。我建议立即通知人事，解除他们二人的所有劳动合同，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传来父亲沉稳而冰冷的声音：知道了，我马上让秘书处理。你那边情况控制得住吗？没问题。我挂了电话。第二个电话，我直接拨通了110。你好，我要报警。我的声音在安静的海岸边显得格外清晰。地址是碧海蓝天度假区 A001号别墅，这里有人非法入侵我的私人住宅，
并涉嫌盗窃及巨额诈骗，嫌疑人目前都在现场。是的，需要出警，谢谢。当我结束通话，收起手机转过身时，发现张叔已经瘫坐在了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压抑的、绝望的呜咽声。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静静地停在一旁，车漆依旧光亮，却仿佛也蒙上了一层灰败的色彩。别墅里面隐约还能传来模糊的音乐声和喧闹声，那群被蒙在鼓里的客人们似乎还在享受着这场由谎言和盗窃堆砌起来的奢华派对。他们完全不知道，派对的主人已经回来了，而这场荒谬绝伦的闹剧即将迎来它最彻底、最酣畅淋漓的终场。我整理了一下刚才被张叔扯皱的衣袖，面无表情地看向那扇紧闭的别墅大门，等待好戏开场。别墅厚重的木门并未完全隔音，里面依旧隐约传来模糊的音乐和嬉闹声，衬得门外瘫坐在地无声无业的张叔更加凄凉。海风似乎也带上了凉意，吹得人皮肤发紧。我没有去扶他，只是静静地站着，像一尊等待中场哨响的裁判。大约过了20多分钟，一阵不同于海浪声的引擎轰鸣由远及近，不是一辆，是好几辆。最先驶来的是一辆黑色的迈巴赫，沉稳大气，是我父亲的座驾。紧随其后的是一辆白色的宾利，优雅却透着锐气，是我母亲的车。最后是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红蓝灯光 silent but deadly 地旋转着，打破了度假区的宁静。3辆车依次停在了那辆此刻显得格外扎眼的劳斯莱斯幻影后面，如同3把即将落下审判之锤。迈巴赫和宾利的车门几乎同时打开，我父亲率先下车，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面容沉静，不怒自威，目光扫过现场，在看到瘫坐在地的张叔和我时，眉头微不可察地蹙起。母亲也从宾利上下来，她穿着一身香奈儿的套装，姿态优雅，但眼神锐利如刀，直接落在我身上，确认我无恙后，才冷冷地瞥向张叔和那扇紧闭的别墅大门。2位穿着制服的警察也下了车，表情严肃地走向我们。屋内的喧嚣似乎也感知到了外面的不寻常，音乐声戛然而止。就在这时，别墅那扇沉重的木门被人从里面猛地拉开，率先冲出来的竟然是李总监。他啤酒肚挺着，脸上还带着微醺的红晕，大概是玩得太嗨，又被骤然停止的音乐搞得有些恼怒，想出来看看怎么回事。他一眼就看到了我父亲，那双被酒精泡得有些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脸上堆起比之前对张天明还要谄媚10倍的笑容，几乎是踉跄着冲了过来。董事长，您怎么大驾光临了？他激动的声音都在发颤，完全无视了旁边的警察、瘫倒的张叔以及面无表情的我，一把握住我父亲的手，用力摇晃。哎呀，您真是太客气了，还特意过来，感谢，太感谢您和夫人了，感谢贵公子的盛情招待啊！他嗓门极大，像是要确保屋里屋外都能听见他的机灵和忠诚。我父亲眉头蹙得更紧，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又看向我。我轻轻摇了摇头，李总监却完全会错了意，以为董事长是低调，是不想声张。他更加用力地握着我父亲的手，一边把我父亲往屋里拉，一边压低了声音，用一种我懂的暧昧语气，啤酒气混杂着口臭喷涌而出。董事长您放心，贵公子在我们部门，
我们照顾得非常好，绝对没人敢怠慢，我们都拿他当自己人。您看，这团建活动，我们都安排到您家的别墅来了，就是为了让公子玩得尽兴。他把我父亲拉到门口，指着里面因为看到门外阵仗而安静下来，正茫然张望的人群，以及站在人群最前面，脸色已经开始发白的张天明，声音再次提高，充满了表功的意味。董事长，您看，公子玩得多开心，跟同事们相处得特别融洽，公子真是人中龙凤啊，这气度，这风范，跟您和夫人简直就是一个模字刻出来的。虎父无犬子，虎父无犬子啊！他这番话说完，整个场面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我父亲猛地甩开李总监的手，力道之大，让李总监踉跄了好几步。父亲的声音冰冷，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怒意：“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是谁？哪来的？什么我儿子？我儿子在这！”他说完，清晰地指向我。我母亲也走上前，牵住我的胳膊，目光如冰锥般刺向李总监和屋里那群呆若木鸡的人。你们怎么回事？谁允许你们未经通知私自到我儿子的别墅来团建的？这是他的私人产业，不是公司的公共财产。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轰！这番话如同晴天霹雳，在所有人心头炸响。李总监脸上的谄媚笑容瞬间冻结、碎裂，然后被极致的惊恐取代。酒瞬间醒了一大半，冷汗如瀑布般从额头、鬓角涌出，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屋里的同事们更是彻底懵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如同被集体石化的雕像，目光在我父母以及面无人色的张天明之间来回切换，充满了震惊、茫然和巨大的恐惧。王娜手里的酒杯啪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但她毫无反应。不可能！一声尖利到破音的嘶吼打破了死寂。是张天明，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跳了出来，脸色狰狞，手指颤抖地指着我，又指我父母，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慌和不肯相信而变得扭曲尖锐。骗人！你们是骗子！是韩阳，对，一定是韩阳你找来演戏的，是不是？你嫉妒我，你嫉妒我是太子爷，你找人冒充董事长和夫人，你好大的胆子！你疯了！你绝对是疯了！他这话喊得声嘶力竭，却透着一股外强中干的绝望。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做垂死挣扎，试图用荒谬的指控来掩盖即将崩塌的现实。几个脑子还没转过来的同事，如王娜，竟然下意识的还想帮腔。对啊，怎么可能？别人不知道。李总监瞬间酒醒，他可是见过总裁的。你个小畜生！李总监终于从极致的惊恐中反应过来，他猛地转身，像是要把所有恐惧和愤怒都发泄出去，用尽全身力气，一巴掌狠狠扇在张天明的后脑勺上，发出啪一声脆响。你他妈还敢胡说八道！你骗得我们好苦啊！你怎么敢对董事长和夫人这么说话？李总监声嘶力竭的大吼，仿佛这样就能洗清自己的愚蠢和谄媚。他转向警察，声音带着哭腔：“警察同志，抓他！快抓他！他是诈骗犯，大诈骗犯！”同事们终于彻底噤声，一个个面如土色，身体微微发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向前一步，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最后由警察来处理吧。但在此之前，有些话得说清楚，还是我来说吧。我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张天明，是我家司机张叔。我指了指地上如同烂泥般的男人和保洁刘姨的儿子。他毕业找不到工作，张叔就假借我爸的名义联系人事，把他塞进了公司。我每说一句，同事们的脸色就白一分。他为了拉拢你们送出的那些奢侈品礼物，我的目光扫过王娜等人，都是刘姨从我家偷拿的。人群中响起几声倒吸冷气的声音，不少人下意识地想把身上带着的、手里拿着的礼物藏起来，仿佛那是什么烫手的山芋。今天，他们更是乘着家里保安团队公休换班，偷了我家别墅的钥匙，在这里举办所谓的团建。我看向李总监，他几乎要缩成一团。至于你们，我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曾经嘲讽、排挤、羞辱过我的人，是选择把收到的东西主动归还，还是等着当共犯处理？还，我们还，马上就还。我们不知道是偷的啊，我们是被骗的。韩少爷，我们都是被张天明骗了的，对不起，韩少爷，我们有眼无珠，我们错了。哭喊声、求饶声、撇清关系的声音瞬间响成一片。刚才还光鲜亮丽的精英们，此刻丑态百出，狼狈不堪。警察走上前，出示证件，表情严肃。谁是张天明？谁是张大海？张叔？谁是刘芳？跟我们走一趟吧。张叔被警察从地上架起来，如同抽掉了骨头。刘姨也被从别墅里带了出来，哭天抢地。张天明面如死灰，不再挣扎，只是用一种混杂着绝望、嫉妒和怨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警车带着呜咽的笛声远去，带走了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他们涉嫌犯罪的金额，公司的法务会让他们把牢底坐穿，剩下的就是清理战场了。我转过身，看向那群噤若寒蝉、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地里的前同事们，最后目光定格在汗如雨下、几乎站不稳的李总监身上。我想起了入职第一天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躲闪的、充满恐惧的眼睛，用他当初那种轻描淡写却又充满压迫感的语气缓缓开口：李总监，我记得你说过，公司不养闲人。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脸色彻底灰败下去，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海风吹过，带着咸腥的气息，也吹散了持续了一天的喧嚣与虚伪。世界终于清静了。后来，我直接接手了子公司业务，基层我试过了。公司大换血，公司不养愚蠢的马屁精们，我亲自招聘了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科技公司蒸蒸日上。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